上个月，山道猴子的一声爆红，许多人开始讨论台湾底层男性的困境。在政坛里，各种性别歧视、厌女争议风波不断。在 MeToo 运动后，又出现各种红药丸 PUA 的讨论。PUA 是什么？红药丸是什么？它是如何荼毒我们下一代的男性？这些话题最后都会回到一个根本问题：父权体制。但是，到底什么是父权？父权体制是如何运作的？今天要来面对的这一本书《性别打劫》，作者是美国社会学家 Ellen Johnson， 就要来一次讲清楚父权的来龙去脉，一起搞懂何谓父权，父权是如何压迫女人跟男人，又要如何拆解父权。首先，先来定义一下什么是父权。我们说一个社会是父权的，代表权力的运作主要是男性支配、男性认同、男性中心。主要的意思就是可以允许例外，因为只要不挑战根本的权力结构，父权其实可以接受少数女性掌权。例如英国的柴契尔夫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看似女性掌权了，但是柴契尔所推行的政策依旧是父权的。父权是男性支配，顾名思义就是男性垄断权力。例如社会上各种重要职位都是由男性担任，确保男性占据优势地位。人力银行同样也做出了调查，有将近60%的女性认为职场的性别歧视非常的严重，也有将近70%的女性觉得自己在工作上没有影响力。有些人会反驳说，也有很多女性掌权啊，但是女性如果在男性支配的系统里掌权，就要被迫参与男人的玩法，所以女人越有权利，就越不像女人。但是男人越有权利，就越像男人。像是蔡英文是台湾第一位女总统，就会被攻击说为什么没结婚，为什么没有家庭。我不好意思说蔡英文没有结婚，没有结婚不是罪过，但是他因为没有生过小孩，他就不知道这个心。蔡英文总统，你不要结婚没有关系，你不要害了那么多人吧。再来，父权是男性认同，以男性为预设去界定正常的标准。例如在工作上，老板设定高工时，其实已经预设了男人回家都不用做家事顾小孩，预设家里有个女人会负责处理这些杂事。或是企业文化所赞许的竞争力、事业心、自制力，这些都是父权所推崇的男性特质。如果女生认同这些价值，反而会被视为女强人、太强势，反而不会讨男人喜欢。最后，父权是男性中心，就是由男人的视角去看所有事情。例如过去几千年来的艺术文化作品，都是由男人定义什么是好看的女人。女人装扮自己时，要思考男人是否觉得我好看。如果达不到父权设定的漂亮，就会感觉不够有女人味。You look like a doily。一直到20世纪女性主义运动后，女性才慢慢觉醒，活着不再是为了取悦男人，而是以自己的生活为中心。Hey Barbie. Yeah. Can I come to your house tonight? Sure. I don't have anything big planned, just a giant blowout party with all the Barbies and planned choreography and a bespoke song. You should stop by. So cool. Yeah. 所以总结的定义，父权就是男性支配、男性认同、男性中心。听到这个定义，很多男人就会抗议了。我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中心啊，很多女生过得比我这个乳蛇还好。很多男人不觉得自己有支配感，没有得到父权红利，就用个人经验来否认父权存在，这是搞错方向了。父权的意思不是说只要你是男人，你就会占据支配地位，你就是全场焦点。在当今社会里，其实多数男人都是劳工阶级，就像山道猴子的男主角一样，都为了讨生活而受苦。但是男生不是因为身为男人而痛苦，而是因为参与父权却又达不到父权期待的真男人而痛苦。女人则不同，会因为身为女人就被父权压迫。所以我们必须先厘清这点：男人感觉到痛苦，感觉不到优势，不代表父权不存在。如果承认父权存在，我们接着就要问，为什么人类社会是父权的？有一种很常见的观点会说，父权社会是源自男人女人本质上就不同。人类自古以来就是女人照顾小孩，男人在外打猎。远古时期部落战争频繁，男生必须使用暴力才能保家卫国，所以长期演化下来，女人就变得温柔体贴，男人则是演化成猎人、竞争者、保护家庭的战士。所以现代社会自然就是女人做家事，男人赚钱养家。性别差异是自然的产物，不是什么父权压迫。
这种强调男人女人本性的观点叫做本质论，其实在1980年代后就被人类学界淘汰了，因为考古学家发现的证据恰好相反。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前，世界各地都有母神信仰，最著名的就是土耳其的 Çatalhöyük。这种母神信仰强调母亲跟大自然有一种神秘连结，是男人所没有的，像是女人的身体有月经，仿佛是配合着月亮的阴晴圆缺。女人怀孕后，新生命会有脐带跟母亲连结在一起，这些都是男人身体没有、无法理解的。当时的社会崇拜这种阴性力量，但是考古学家发现，他们并不是母权社会，而是平权社会，只是以母亲为中心去构想如何发展平等的人际关系。例如，女人的坟墓虽然位居中央，但是跟男人有一样多的陪葬品。历史学家 Ryan Eisler 甚至发现，在母神信仰阶段的克里特岛上找不到任何军事防御建筑，代表这时候的部落之间可能没有战争关系，而是更崇尚平等的合作关系。但是如果人类社会一开始是母神信仰，为什么后来会转变成父权社会？考古学家发现，人类史上最早的父权社会，同时也是第一个以饲养家畜为生的社会，代表父权的起源跟驯化动物有关。因为当动物变成家畜后，生殖繁衍就开始出现经济价值，生越多的越有价值。这种看待动物的逻辑也可以套用在女人身上，女人生越多小孩，家族就有越多劳力可以投入农耕。所以掌握土地的父亲不再信仰母神，因为女人的身体不再有神秘的自然力，而是被当成生殖机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克里特岛的母神文明在北方的游牧民族入侵后变成了父权社会，因为游牧民族引进了驯化动物的支配关系，进一步改变了当地的性别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在仰赖劳力家畜的农业社会里，性别压迫也达到最高峰。现在我们找出了父权的历史根源，但这并不能解答为什么现在的社会依然是父权的。我们必须去寻找让每一代人持续复制父权的动力根源。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现象出发，在父权社会里，男人被形塑成支配者，真男人就要积极进取，主导场子，不只要支配别人，也要支配自己，有自制力。女性则会被要求当顺从者、追随者、聆听者。所以在爱情关系里，女朋友会被称为马子，仿佛男人是驯马师一样。如果有哪个男人被女友管控，就会被朋友笑说是马子狗。马子狗，我只跟你走，陪你聊，和你抱抱抱。但是为什么男人会渴望控制感？这代表他知道有某些东西他控制不了。什么东西是男人控制不了的？不是女人，而是其他男人。男人之所以要增强地位、控制感，其实是因为怕被其他男人比下去。我就现在加速追平，等一下延迟入弯外爆他。妈的，欧洲车了不起哦，看你认不认输啦。父权体制表面上是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关系，但父权更深层的驱动力其实是源自男人跟男人之间的关系。男人之间的竞争意识，输给其他男人的恐惧感，让男人必须强化自己的支配地位。在古代的部落社会里，男人会怕其他部族的男人来侵略自己的社会，抢夺自己的女人跟小孩。Do not be coy or stupid, Persian. You can afford neither in Sparta. What makes this woman think she can speak among men? 这种恐惧感驱使男人在社会上建立自己的权威，才能掌控自己的女人。这种男性竞争意识也出现在当代的战争关系里。甘乃迪总统就曾经告诉《纽约时报》，美国发动越战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在1961年，他跟赫鲁雪夫会面时，赫鲁雪夫提出的论点一直在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让他感觉有损男人颜面。美国必须硬起来，展现出真男人的一面，所以才发动越战。同样的，在山道猴子的一生里，我们看到主角不断炫耀他的新车、他的女友，让他的男生朋友羡慕，背后其实是父权驱动的不安全感，要男人不断向别人证明自己很强。这样我们不就可以变成大家称羡的挡车情侣吗？干，山道上那些鲁蛇们一定会羡慕死，我有挡车妹子啦。所以父权体制打造了一个等级阶层，如果男人不往上爬取得权力，就会有其他男人在他之上，他就会感到威胁。
结果男人不甘示弱的要抓紧权力，掌控地位，这就成了父权体制的根本动力。但是男人以为自己掌控了权力，却不晓得在参与父权的过程中，自己付出了巨大代价。他们不知道，其实可以跟男人发展出不一样的关系，不敢向其他男人展示自己脆弱的一面，不敢表达对同性的友爱，担心这会威胁到他的男性尊严、权力感。在超人特工队里，就凸显了这种男性竞争意识的严重后果。我只是想帮你，我只不过是想帮忙，结果你对我说什么？飞回家吧，迪，我单独行动。你让我心都碎了。可是我学到宝贵的教训，不能依靠任何人，尤其是你们英雄。我当初不应该这样对你的，我道歉。看吧，现在你尊敬我了，因为我是个威胁。超能先生不断拒绝他人的帮助，直到小男孩成为了有能力干掉他的男人时，他才认可对方。这种竞争意识甚至出现在私密的性爱场合。男人不是享受当下，而是在意尺寸、持久度，表现有没有比其他男人更好。黑人交往过以后，黑人是比较硬，为什么回不去？为什么？我说为什么回不去？讲啊，你想看嘛？你叫拖拉库龙龟，你要走接受捷安特，他已经习惯那个拖拉库的那种力道了那样。哦，性爱变成男人用来跟其他男人竞争男子气概的场合。就算女生要男生不用担心床上表现，男生还是会很在意。因为真正凝视着男人性能力的不是女人，而是父权体制。但是父权的微妙之处，就是不只让男人跟男人之间竞争，也让他们私下结盟。男人会渴望其他男人肯定他们的阳刚特质。如果只有女方肯定你，但其他男人都数落你，你就会认为自己还是不够 man。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性平教育不断宣导说，男生也可以表现很阴柔，也可以玩女孩子的游戏。这种宣导通常不会减少校园的性别霸凌，因为在男人的成长过程中，应该做什么才像男人，是由父权文化来决定，而不是由师长教育来决定。要确认自己是一个真男人，就必须得到男人群体的肯定。所以在花木兰里，花木兰一开始在军营里被嘲笑，但是当她学着做其他男人在做的事时，她就开始得到其他男人的尊重。男生怀疑自己不够 man， 通常是源自其他男人的凝视，而不是女人。这就是为什么男生会利用运动、兄弟会、事业成就来证明自己，这些都是表现给男性群体看的。所以父权结构其实涉及的是男人之间的关系，女生扮演的角色更像是男人之间的中介工具。例如，男人要怎样才会被其他男人视为赢家？很简单，争夺获取一个女人就是成功男人的标记。父权社会把女人简化成只是男人的性资产，导致男人只看见女人的外貌，看不见女人的其他能力。But you're very beautiful. Oh, super beautiful. I'm brilliant. If you want to appease me, compliment my brain. Okay. 我喜欢他聪明智慧，有自己的主张。如果有女人对男人没兴趣，就违反了父权的规则，人们就会说这女的得不到真正的幸福，好像一定要有异性伴侣才能幸福，或是进一步把同性恋、无性恋给病理化。他们是不是受过什么创伤？要不要去看心理咨商？仿佛不是异性恋，你的生命就不完整，有缺陷。这其实就是一种异性恋霸权，预设每个人都应该是异性恋，就是父权运作的一环。接着，父权还可以利用女人来达成男性结盟，例如拿女人来开玩笑，预期其他男人会跟着笑，来强化男性跟其他男性的友谊。Why do women have boobs? So you got something to look at while you're talking to them. That's a good one. 这就是为什么恐同总是更常发生在直男身上，因为当直男开女人玩笑来达成男性团结时，同性恋不会跟着笑，不参与这种父权互动，这就挑战了直男习以为常的社交方式。父权还可以利用女人来维系性别特质的假象，像是让男人以为自己独立自主。社会学家 Ali Hochschild 就指出，父权刻意塑造养家是男人责任的形象，其实是让女人在财务上依赖男人，让女人听话顺从。I am the commander of this house. I decide what I do. Be quiet. Cook. Shh. 当女方赚的钱比较多时，男生就会觉得受到威胁，
所以当双薪家庭有小孩有家务要处理时，为了不要伤及男人的自尊，通常都是女方放弃自己的事业。结果研究发现，已婚男人比单身男人更健康，平均年龄可以活更久。但是对女性而言却相反，已婚女人比单身女人更不健康，更短命。女人的生活心理健康被牺牲，才换来男人的性别尊严。父权还可以利用女人作为男人的心理补偿，因为大多数男人其实在工作上都被其他男人支配，工作中缺乏主控感，让他们感觉自己不像个男人。这时男人可以挑战上级罢工，但这个风险太大了。风险更小又可以重回男性尊严的方式，就是回家后当一家之主，找女人来发泄。这可以让男人感觉，我虽然比不过我的男性上司，但至少我还是比女人好一些。这就像底层阶级的白人，虽然在白人世界里是最低等的，但还是可以安慰自己说，我还是比有色人种好一些。所以种族歧视有助于缓解阶级矛盾。同样的，父权也可以利用性别歧视来掩饰阶级矛盾。不管社会底层的男性受到多大的屈辱，父权社会都允许男人把负面情绪发泄在女人身上作为补偿。回家后总有个女人照顾他的需求。正是因为父权要求女人扮演这种角色，导致许多被家暴的妇女不敢出声，害怕自己被指责不爱家、不尽责。Stop trying to justify this whole thing and admit you're in danger. Who are you talking to right now? Do you know how much I make a year? I mean, even if I told you, you wouldn't believe it. Do you know what would happen if I suddenly decided to stop going into work? You clearly don't know who you're talking to, so let me clue you in. I am not in danger, Skylar. I am the danger. I am the one who knocks. 最后，父权还可以发展出厌女文化，带给男人优越感。例如我们现在听到的贬义女性的脏话，很多其实曾经是称赞用词。例如荡妇 whore 原本是指爱人，婊子 bitch 原本是狩猎女神 Artemis 的猎狗，巫婆 witch 原本是掌握草药知识的接生婆。直到后来男性主导科学知识后，巫婆才变成攻击女人的用词。这些字原本都带有女性的力量，却在后来转化成了负面意涵，让男人可以透过贬义女性来自我感觉良好。你们娘娘腔是撂不倒我的。哦，是吗？文花明就对付得了你？我不想对付任何人。哎妈，别像个女人！介绍完父权的运作方式后，我们要来回应几种常见的质疑。每当女性主义者批判父权时，很多男性就会反驳说：“你们都把男生想得很邪恶，想把男人斗垮，这些人就是仇男，挑起性别对立，制造分裂。”开始在磨两性议题的时候，它其实还会造成一种社会的一个仇恨跟对立的现象。这种思维混淆了体系跟个人，用个人主义的方式在思考父权。所以当我指出女人受到压迫，你就以为是在说男人都很坏，这样就不用去思考更深层的社会根源。如果你用个人主义的角度去解释事情，就无法理解社会的全貌。例如战争发生了，你就以为是因为军人都很暴力，想要抢夺资源，但事实上那些上战场的人很多都是在社会上找不到工作，不得已才加入兵役。真正从战争中大量图利的军火商跟政治集团才是背后的怂恿者。或是你用个人主义的角度看公司裁员，你就会认为一定是因为资本家很邪恶，但事实上是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迫使资本家必须这么做，否则他就会输给其他竞争者，被市场淘汰。所以你要改变的不是资本家个人，而是资本主义的结构。同样的，如果你用个人主义的角度看父权，就会觉得批判父权就是在骂男人都很坏。但是父权指的是体系的运作方式，所以认为女性主义是仇男的人可能要反思一下，是不是你对父权体系有很深的认同，所以当父权被批判时，你就觉得自己被攻击了。第二种常见的回应是说，父权跟我无关，我跟那些渣男恶男不一样，我没有对女性家暴性骚扰，我是很体贴女生的男人。但是我们必须认清一件事情，不管你对女生多好，都不会改变你占据男性位置的事实。所以只要活在父权社会里，你就多少会获得男性特权、父权红利。很多男生可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权，但你意识不到特权，不等于你没有这种特权。特权的运作方式，恰好是你有资格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例如，男生半夜出门，不用担心自己会被其他男生骚扰，但是女生却无法享有这种免于恐惧的自由，
会避免在半夜出门，这种安全感就是一种男性特权。或是男生在说话时可以完整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被打断，这也是一种男性特权。社会学家做实验发现，男人打断女人讲话比女人打断男人讲话更常见，而且当男人打断男人讲话时，通常是给予鼓励支持，但是当男人打断女人时，通常是给予反驳意见。 You think that only because you don't know any better. 这也是男人自己意识不到，但每天都在发生的。还有男生可以在各行各业里安稳的升迁，这也是一种特权，因为多数产业是由男性主导，女性升迁困难，还要面对许多职场性骚扰，最后都导致女性更容易离职转行。最后还有一种特权是男人不需要去理解性别议题，但是女人却需要去阅读女性主义，才能理解自己的压迫是从何而来，还必须发起上百年的组织运动，才能得到跟男人一样的平等权利。那最后还有一派声音会说，好啦，我们承认父权存在，但是现在大家都只强调女性被压迫，根本就是女权高涨，男生已经变弱势了。 And so you get scared to move a certain way because you don't want to get judged or outed out of the accepted part of your community. And I think that kind of has us in an uproar and we don't know where to be. Like, where's the safe place to be for men? 男生出去约会都要付钱，男生会被女生当工具人，男生要赚钱养家，有车有房才会被看得起，这些都是男人的困境，女生反而有优势欸。如果只从结果来看，的确是这样没错，但是我们必须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对男性的要求？那是因为在父权社会里，女人被当成是男人的性资产，女人为了要在父权社会生存，才不得已要利用性来换取财富、权力、职位。而男人的经济条件会被放大检视，就是因为在父权社会里，男人更容易获得高位高薪啊。Since I came all this way, could I just meet the woman in charge? Your CEO? Oh, that would be me. Oh, your CFO. Me? Your COO. Here. President of the Barbie division. President. I'm a man with no power. Does that make me a woman? 女生会有公主病，不是因为女生天生如此，而是因为这个社会是由国王、王子主导的。所以追根究底，男人受苦的源头其实不是女人，而是父权。如果我们活在一个真正性别平等的社会，女性不再被当成性剥削的对象，男性也不再占有经济优势，不再垄断权力，那么男生就不会只想着占有女性，也就不会被当成工具人。女生也可以独立自主，不需要去找工具人。所以你如果认为男人也在受苦，你就更应该反对父权，更应该成为女性主义者，因为你的痛苦是父权造成的，不是女性主义者造成的。你一直以来都搞错敌人了，你以为女人是你的敌人，但其实父权才是你真正的敌人。最后，作者在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每次讲到父权时，就会有人把每个女性受压迫的论点都拿来跟男生的情况做对比，说男人也会被女人家暴啊，女人也会拿男人开玩笑啊。我们来看一下女生怎么留言。来，有一说一，想睡他怎么办？高潮了，你上你的山，我上你的床。他们都没有被骂哦。你想想看，要是我在林香底下留言，那胸部是我的，我想用我的基因影响林香的基因，我会被骂成什么样子？这种说法表面上很有道理，其实是错误的把男女受到的伤害画上等号。例如在 MeToo 运动后，许多人拿强尼戴普的例子来辩护，说你看支持女权运动就会让男人被诬告。这种说法只看少数特例的男性，刻意忽视多数受害者是女性，其实反映出你就只在乎男性利益，所以只要有一个男人受害，你就可以忽视其他 99% 的人都是女性，拒绝改变性别压迫的现状。这其实就是典型的父权思维，以男性为中心在思考事情。事实上，你如果真的那么害怕男人也会被家暴，你就更应该支持性平运动 MeToo 运动，鼓励受害的男性也站出来说出自己的遭遇，反对任何形式的性别压迫，而不是反对 MeToo 运动。再来是讲到歧视笑话的时候，许多人就会说男人也会被女人嘲笑啊，但事实上任何贬义男人的刻板印象笑话都只是让大家笑一笑，不会真的贬损集体男性的利益。整个社会依旧是由男性掌控多数权力，讲话最大声的依旧是那群男人啊，女人依旧更容易受到性骚扰，被开黄腔。比起歧视男人的笑话，
歧视女人的笑话伤害更大，因为这些歧视会强化父权宰制。但是歧视男人的玩笑并不会真的挑战到父权，恰好相反，当女生用性别议题来嘲笑男生时，这些笑话的逻辑通常是男人背离了社会对于真男人的要求。请问你觉得自己的鸡鸡大吗？你想想，女生有胸罩分 A B C D E， 所以男生应该也要帮助你们分个甲乙丙丁戊吧。所以如果你下次遇到暴露狂，他就你这个无饼啦。男子气概消失的时候，就会变得很滑稽、很搞笑。所以这些嘲笑男生的笑话，反而证实了我们活在父权社会里，而不是什么女权高涨。他整个把我壁咚在墙上，冷冷地问我说：“不要是不是？”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就是要。最后还有一种错误的性别对等，会说要求性别平等的话，为什么女生不用当兵？根本就是女权自助餐。我要自己来开一家自助餐店，店名就叫做女权自助餐。这个说法搞错了2件事情。首先，男人要当兵上战场，不是因为女人压迫男人。立法规定兵役指派男人去打仗的是统治阶级、军事领袖，所以兵役其实是上层阶级的男人控制底层阶级的男人去当炮灰。例如越战的士兵，有80%都是下层劳工阶级的男人。男人如果觉得当兵很痛苦，你应该把炮口指向统治阶级，指向国家，而不是女人。许多女性主义者其实是站在男性这边，认为国家不应该强迫男生去当兵，因为兵役时常在男性身上施加暴力，当兵对很多男生来说都是痛苦的回忆。所以只有男生要服兵役，是不是在歧视男性？是，没有理由身为男性就必须被国家军队施虐。真正的性别平等，不是要求女生也要来当兵，也一起来被虐待，而是不分性别，男女都不应该被国家强迫当兵。今天这支影片，我们介绍了父权的历史、运作方式，还有各种男性困境的根源，不是源自女性，而是源自父权。那要如何拆解每天都影响着我们的父权结构？我们可以效仿20世纪女性主义运动，这些运动都起源自意识觉醒团体。原本只是女生聚在一起聊八卦，聊自己生命中的创伤，结果竟然发现每个人都有类似遭遇，才发现人生的痛苦不是个人问题，而是集体的社会问题，必须要有集体的解放。接着主动去阅读，理解父权制度的运作，理解父权如何压迫女性、男性后，我们就可以思考如何回应生活中的各种父权压迫。当有人讲出一个歧视女性的笑话时，我要跟着笑还是不笑？因为如果都没有人笑，一个笑话就不构成笑话。当群体对谈时，是否都是男生在发言，女性都没有发言空间？女性发言时，是否常常被男性打断，又把注意力拉回男性身上？主动聆听身边的女性亲友，是否有被歧视、骚扰的遭遇？主动关心校园里性别气质不同的学生，是否有被排挤、霸凌的经验？男生们可以反思，跟男性朋友的谈话里有多少是在互相较劲，而不是真的关心彼此？自己有多久没有主动关心男性朋友？男性有什么方式可以提供彼此一个发泄情绪的出口？当我们主动改变自己参与父权的方式，就是在向其他人展现另一种可能性，让他们看见不用跟其他男人竞争，不用把男人视为威胁，也不用贬义不同性别性倾向的人，也可以过出完好充实的人生。展现出这样的可能性，就是在拆解父权。留言加分享本集的脸书贴文，就有机会抽性别大捷1本。也欢迎你加入 YouTube 频道会员，支持节目长期运作。